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楚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我好像没说自己和楚燕是什么关系吧？叫我表情疑惑，楚印换了个话题。看得出来，阁下很恨楚燕啊。自然，希望王爷速度能快一点，不然半年后我就嘎了。看不到楚燕一无所有的样子，我真的会伤心。东西已经送到，告辞。算算时间，我离宫快2个时辰了，得赶紧赶回去。说罢，也不等楚印回话，急匆匆地往皇宫赶，自然也没看到楚印看着我的背影，微微失神。只有半年了吗？那日过后，我就当度假一样，每天不是吃就是喝，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，如今要离开了，还真有点不舍。玉荣，你的出宫立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宫外还有几间铺子，我也转到你的名下了，省得你到时候出了宫受苦。我将1块令牌和几张地契递给玉荣，语重心长地嘱咐着：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您见状要赶玉荣走？玉荣放下手中的东西，吓得跪在地上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将玉荣扶起来。傻丫头，我怎么舍得赶你走？我是怕哪天我不在了，你还要独自一个人在这宫里熬几年。宫女要年满25岁才能出宫，玉荣如今才22岁。呸呸呸！娘娘好端端的说什么混话？上次太医说了，娘娘就是有些体虚，好好养着就行了，最少也得长命100岁。玉荣面带责备的看着我，这丫头最不喜欢听我说自己不好。好啦，又不是要你马上就出宫。我捏了捏玉荣的脸，笑嘻嘻的道：不行，娘娘日后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玉荣却较了真，必须要我发誓以后不能再说类似的话才罢休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眨眼之间3个月就过去了。这期间，我假装向楚燕低头，只是不肯侍寝。低头是因为深爱阿燕，至于侍寝，阿燕总要给我点时间说服自己吧。见此，楚燕并没有说什么，甚至还很开心。我知道，在她心里，我的位置始终特殊，只要我愿意低头，就已经能让她高兴的不知所云。甚至宁妃借口怀孕，身子不爽，也没能将她请过去。至于侍寝，楚燕心想，他们还有1辈子的时间。这日，我和楚燕在御花园赏玩，突然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地冲过来，大叫道：不好了，皇上，印王他带兵包围了皇宫。什么？楚燕闻言，脸色大变，随即立马抓起我的手，一边往福宁殿的方向走，一边说道：瑶瑶，你的寝殿后面有一个暗门，你先进去躲着，记住，3个时辰之后我说没来找你，你就从暗门逃走。想逃到哪里去啊？然而在福宁殿门口，迎面撞上了楚印。今日的楚印身着一身银色盔甲，腰间别着一把花纹别致的利剑，望着楚燕的神色尽是嘲讽。楚燕将我护在身后，一脸警惕地看着楚印。没想到皇兄竟也是个狼子野心之人。楚印没有搭话，甚至说他都懒得多看楚燕一样，直接挥手下令，将楚燕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看见2个士兵慢慢靠近，楚燕想动用武功，却发现浑身使不上劲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士兵一左一右压住。楚印踱步至我的面前，抬手替我理了理额前的碎发，然后附在我的耳边，小声问道：公主殿下，开心吗？从楚燕的角度看，就仿佛是楚印在吻我。于是他愤怒地大叫道：楚燕，你放肆！瑶瑶是你的弟媳，你怎么敢？闻言，楚印才终于瞥了楚燕一眼，随后扬起一抹邪恶的笑容。是吗？放心，今天过后就会是你的皇嫂了。语毕，便一把抱起我，在楚燕目眦欲裂的眼神下，抱着我进了寝殿。楚燕，你放开他，
我次奥，女主的位置更新了，居然是你！系统在脑子里突然惊呼一声，剧情越来越离谱。王爷莫不是真想行那禽兽之事？我看着将我抱在怀中的楚印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莫名其妙的问我开不开心？难道他知道了那天晚上的是我？不应该啊，那天我不仅穿了夜行衣，还易了容，甚至还变了声音，我敢保证，就是我亲妈也认不出来。当然不是，本王那是故意逗楚燕的。楚印将我放在床上，然后坐在我的旁边，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：本王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你。我心下一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王爷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么想着，也问了出来。谁知楚印笑了笑，没说话，随后一直不断岔开话题。我和他就这么尬聊着，不知不觉便到了晚上，他又和我一起用了晚膳。时间不早了，本王要去天牢看看楚燕，公主要一起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还不是时候。见我拒绝，楚印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抬步就往外走。天牢内，楚印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品茶，而楚燕却淡定不了。楚燕，你这个禽兽，你把瑶瑶怎么了？楚印抿了一口茶，似是回味一般，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。自然是皇帝想的那般，滋味的确不错，也难怪皇帝这般宝贝。楚燕，朕要杀了你！楚燕闻言，发疯一般捶打着天牢的门，奈何楚印已经转身离开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打点好一切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将自己打扮了一番，穿上了当初与楚燕大婚的衣服，随后带上我亲手做的饭菜，去了天牢。短短几日，楚燕竟然憔悴至极，见到我的时候无比激动。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几日你没事吧？楚燕她对不起，是我无能，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阿燕，我没事。我叫狱卒打开了牢门，楚音早就吩咐过，我的话就是他的话，因此狱卒很听话的打开了。瑶瑶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楚燕有些疑惑，我为何穿上这身婚服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自顾的打开食盒。阿燕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，我忙了好久才做好，你尝尝。楚燕心中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还是把我做的菜都尝了一遍。吃完后，我靠在楚燕的肩膀上，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，从相识到相知，再到相爱，一点一滴都回忆了一遍。最后我说道：阿燕，其实我并没有原谅你，我恨你，恨你为何负我，恨你和别人有了孩子。从你背叛我们的承诺那天起，我就恨极了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我的灵魂脱离成功。等楚燕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我早已没了声息。太医，快去请太医！楚燕抱着我的尸体冲出牢房，对着狱卒大叫道。听到动静的楚印也赶紧走了出来，上前一把抢过我的尸体。你根本不配碰他。不一会儿，太医就到了，请皇上节哀，娘娘她昏了。太医把完脉，吓得立刻跪在地上。不可能，刚才瑶瑶还和我说着话，今日她还为我亲手下厨，怎么可能会？楚燕精神崩溃的瘫坐在地上，随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。玉容呢？我要见玉儿，她肯定知道些什么。楚印自然没让她如愿。是你害死了瑶瑶。楚燕看着抱着我的楚印，突然站起来指着他，状如疯魔。一定是瑶瑶不堪受辱，才会选择自行了断。和实话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，是你害死了她，是你的背叛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，是瑶瑶让我起兵造反，她想要报复你，让你一无所有，所以你才是害死瑶瑶的凶手。楚印冷笑一声，残忍的把真相一字一句的说了出来。不可能。楚燕摇着头，喃喃自语。
楚音不再看他，抱着我的尸体转身离开。另一边，我终于回到了现代，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房间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系统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一份礼物，但他没说是什么，只说了句我很快就知道了。咚咚咚，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我连忙擦干眼泪去开门。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面前的人竟然是我已经去世的母亲。妈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我扑进母亲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她，害怕这只是一场梦境。妈，瑶瑶好想你。哎呀，傻囡囡，多大人了还抱着妈妈哭。妈妈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，温柔地替我擦拭着泪水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，从来没见过我的爸爸，是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可我还没来得及让她享福，一场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。18岁那年，我成了孤儿，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了2年。再后来，我也因车祸去世，因此绑定了系统。这也是我为何选择留在那个时空的原因。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，我真害怕这是系统给我编织的一个梦，梦醒了，我还是一个人。但好在这是真的，我真的特别喜欢系统的这个礼物。我记得一开始，我的愿望就是复活妈妈。当时系统说，我是系统，不是阎王，复活人这种事只有天道才能做到。虽然不知道系统怎么做到的，但还是谢谢他。楚燕番外，10岁那年我被父皇舍弃，送去了赵国做质子。原以为等待我的是无休止的黑暗与痛苦，但老天爷似乎可怜我的遭遇，让我遇见了瑶瑶。瑶瑶是赵国的7公主，但并不受宠，在皇宫的境遇也就比我好一点吧。在我又一次被一群太监打骂的时候，瑶瑶出现了。那些太监是最低等的奴才，虽然瑶瑶不受宠，但这些人不敢不听她的话，只是临走时有些不甘心。瑶瑶将我拉起来，替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你不用害怕，以后我罩着你，只不过父皇不太喜欢我，可能你跟着我还是要受苦。那时候我并不相信赵国的皇宫里会有人愿意帮我，因为一开始就有个孩子假意帮我，在我感激他的时候又将我推入荷花池差点淹死。我以为瑶瑶也是那种人，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将他狠狠推倒，可是他并没有怪我，反而一直跟在我身后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忍不住问他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他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奶声奶气地说道，因为你长得好看。再后来他就一直跟着我，直到17岁那年父皇将我接走。离别前夕，我同他说，瑶瑶，一定要等我，等我登上皇位，就来迎娶你做皇后。那时，他红着眼对着我点了点头。后来，我逼宫成功，成了皇帝，如愿立他为后。再后来，他有了身孕，可惜最后没能保住，他从此再也无法怀孕。那是我离失去他最近的一次，我害怕极了，甚至为此做了好几日的噩梦。可我最后还是负了他。大约是皇帝做得太久，我渐渐有些自负。那些个大臣整日盯着我的后宫，催着我早日孕育皇嗣，听得多了，我还真就被洗脑了。那天宁妃来找我，穿得格外清凉，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有些燥热，然后我就没有把持住自己。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瑶瑶冲了进来，抓起桌子上的茶就往我身上泼。那时我还未完全清醒，被打断后我异常愤怒，抬手就给了瑶瑶一巴掌。等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自那日以后，我与瑶瑶好像彻底割裂了。不过后来，我和瑶瑶又和好了。她找到我说，阿燕，我爱你，可我说服不了自己。我说，没关系，只要瑶瑶一直陪着我就好。我真的不能失去你，那样我可能会疯掉。后来，瑶瑶死了，死在我的怀里，我真的疯了。楚音以皇后之礼厚葬了瑶瑶。瑶瑶送去皇陵的前一天，我找到机会混进她的灵堂，紧紧地抱着她的尸体，和她一起躺在金棺中，仿佛这样，我就能在黄泉路上看到瑶瑶。楚音的心可真狠，他发现了我的尸体，命人将我与瑶瑶分开。我愤怒地看着楚音，却无能为力。楚音温柔地替瑶瑶擦拭着身体，那眼神我太熟悉了，
与瑶瑶看我的眼神如出一辙，当然，我看瑶瑶也是这种眼神。瑶瑶送去皇陵的那天，一道奇怪的光线将我的灵魂吸走了。起初我还以为是黑白无常来接我了，谁知道一眨眼，我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里的世界与我生活的世界完全不一样，这里的房子建得好高，还有一种叫汽车的交通工具。我在这个世界游荡了许久，直到听见有人叫瑶瑶，我循着声音飘了过去。只见一个穿着十分暴露的女孩从转角走了出来，上半身仿佛只穿了肚兜，下半身腿全部露了出来。我的瑶瑶怎么可以穿成这样？虽然我知道这里的人都是这么穿的，但我还是不爽到了极点。只见瑶瑶手上拿了2杯名叫奶茶的东西递给了旁边的妇人。妈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可好喝了。那是瑶瑶这个世界的母亲吗？你呀，都20多岁的人了，还整天和小孩子似的，就知道吃。上回你王爷来家里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妈看了照片，长得和明星似的，你肯定喜欢。那妇人要给瑶瑶介绍男朋友，我不知道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，但从他们的对话猜测，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。不，这怎么可以？不过下一秒，听到瑶瑶拒绝了，我才放下心来。怎么，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哎呀妈，没有喜欢的人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和妈妈多待几年。瑶瑶在听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明显愣了一会儿，很显然，瑶瑶方才一定是想到了我。忽然，2个骑着一辆铁皮车的人将瑶瑶的包包抢走，瑶瑶反应过来，一边大叫一边追了上去。抓小偷！我担心瑶瑶受伤，我赶紧跟了过去。等追上瑶瑶的时候，小偷已经被制服了。小姐姐，你的包。谢谢你。我看到瑶瑶的表情变得十分震惊。不客气，公主殿下。那男人竟然是……哎，瑶瑶，这个就是妈和你说的，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，是不是长得和明星似的？楚音番外，他死了。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我的心仍旧隐隐作痛。18岁那年，我奉父皇旨意去赵国接获3皇帝，那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。很可惜，当时他满眼都是楚燕，未曾注意到我一出生就拥有一项特异功能，摄取他人的记忆。此事太过荒诞，为了避免被人当作怪物，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在赵国的时候，我鬼神差使的摄取了他的记忆，才知道原来他并不属于这里。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楚燕也是他的任务对象之一，但是他却很不称职，爱上了自己的任务对象，甘愿留在这里。这份爱着实令人羡慕，至少让我有些嫉妒。深宫之中长大的人，哪里会奢望什么真爱？我还从他的记忆中看到了他原本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：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这里人人平等，没有勾心斗角，任何人都有资格去寻找自己的爱情。说真的，我挺喜欢他那个世界，如果我能去到那个世界该多好啊！他脑袋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可他从未透露过一分一毫。我向宫女打听过，他母妃在世时就不受宠，他这个女儿也因此不得喜爱。赵国皇帝最不缺的就是女儿，恐怕早已连这对母女叫什么都想不起，大概是对他的来历感兴趣。我似乎迷上了他，可惜时间过得太快，我不得不启程回国。看着他偷偷跑出来，逢着也挥别楚燕，我的嫉妒心达到了顶峰，甚至有个疯狂的想法，为什么不是我被送去赵国？后来楚燕逼宫篡位成了皇帝，十里红妆，凤冠霞帔迎他为后，很快他就有了身孕。可是楚燕却没有护好他，那一刻我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杀了楚燕，是现实让我很快冷静下来。他满心满眼只有楚燕，如果我杀了楚燕，只会将他推得越来越远。我将自己的心思藏匿于心，打算默默祝福，但楚燕真的太让人失望了，他根本不配得到他的爱。听到他连续几天滴水未进，我的心宛如在滴血。我偷偷潜入皇宫，却不敢惊扰他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下定决心要夺了这皇位，可没想到他却主动找上了我。我面上波澜不惊，实则内心狂喜。但天意弄人，他只有半年可活。知道他即将准备回自己的世界，我既难过又高兴。我终究是逮不到他。在他死后第6天，楚燕也跟着去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。我本无心皇位，若不是为了他，
我这辈子都不会做皇帝。即位1年，我便把皇位禅让给了二皇帝，独自一人去云游四海。没过几年，我就郁郁而终。再次睁眼，我来到了他生活的世界。一个自称是我妈的人递给了我一沓照片，说是让我相亲。我拒绝相看，我妈倒是不急不忙的一张张的点评着。这个闺女儿不错，就住在咱们小区，是我们广场舞的领队赵姨的女儿，听说叫瑶瑶，人长得漂亮不说，学历还高，我见过几回，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。听到我妈的话，我内心有些激动，立马把照片拿过来看了看，果然是她。妈，你不是说让我去相亲吗？我看上这个了，赶紧帮我安排一下。你这臭小子，刚才不还说没兴趣？我妈一脸，我就知道你小子的表情，看着我打趣道。今天不行，我看朋友圈，你赵姨和她女儿逛街去了。走，妈，咱们也去逛街。我听完，二话不说，拉起我妈就往外走。此时不见更待何时，晚1秒追妻之路就艰难1分。赵瑶番外，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但我能感受到楚燕的魂魄一直跟着我。可我和楚燕的缘分已尽，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任何瓜葛。在想什么，我的公主殿下？楚燕搂住我的腰，下巴抵在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轻声问道：你猜？我转头吻了吻楚燕的脸，笑得狡黠，